要是哪天俄罗斯被群殴，火力军一点也不奇怪。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俄军罪恶的小尾巴就再也藏不住。俄军一边嘴里说着我们是正义的，一边在背地里却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不，纸没包住火，俄军一撤出基辅北部，乌克兰的布查地区就出现了大量平民尸体。这难道是俄军制造的大屠杀？并且根据英国卫报公布的对在伊尔平和布查乱葬岗中遇难民众的尸检报告，这些遇难的平民大部分死于炮击，嵌在尸体上的箭状体的小型金属飞镖是苏俄制第30型榴弹炮炮弹的一种预制破片。普京，我开始慌了。在职安理会的英国，其国内军事专家指出，这些箭状飞镖是 ZSH-1 型空炸榴弹的预制破片，而这种弹药在当时战场上只有俄军才有，这难道不算实锤？都这样了，普京死鸭子嘴硬，我是清白的，你们是诬陷的。虽然战争的目的就是干掉敌人，保护自己，但像俄军这种违反人道主义、使用反人类武器去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行为，实在令人不齿。本期视频，火力军就给大伙盘一盘，在俄乌战争中已经出现和未来将要出现的反人类武器，以及它们对战争的影响。首先，在俄乌战场已经出现的反人类武器中，最抢眼的无疑就是白磷弹。白磷弹就像个待字闺中的小娘子，你可以远远的看，可别手贱了去摸。你摸一下的代价，就是要到地狱做上门女婿。这时你会问，凭啥不是去天堂的女婿？火力军无语了，你都嗝屁了，还在乎这啊？告诉你吧，因为被白磷弹啃过的人都会面目全非，全身上下直接最高级烧伤，甚至有可能直接给你省去火化的费用，并且天堂也是有颜值指标的，不是啥人都要的。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是磷这个家伙在背后搞鬼。懂化学的高中生都知道，磷是周期表第15号元素。磷常见的兄弟姐妹有4种，分别是老大黑磷、老二红磷、老三紫磷以及老幺白磷。最初的磷是17世纪的一位炼金术师从尿里鼓捣出来的。火力军也不知道这炼金术为啥对尿这么感兴趣。总之，他的兴趣直接影响了未来战场战局的形势。白磷弹就是加入了白磷的炸弹，之所以被认为是不人道的武器，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白磷的加入，是它让白磷弹变得狰狞可怕。白磷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只要空气中温度达到34度，它们就能发生自燃，并且它本身还是剧毒物质，口服60毫克你就能见到上帝。人类利用白磷与氧气反应，可以产生大量白烟的特性，发明了白磷烟雾弹。这种浓厚的白烟不仅可以阻挡视线，而且还能迫使敌人从掩体中撤离。这是因为白磷烟雾弹产生的烟雾具有剧毒，人体一旦吸入这种烟雾，就会在人体内与水结合成磷酸，严重灼烧人体呼吸道。就算不死，也会落下个终身残疾，生不如死。当然，白磷弹最可怕的地方还是它的燃烧反应。白磷弹在空中爆炸后，就会下起巨大的火雨，能够产生上千度的高温，溶穿2厘米厚的钢板不在话下。而且这种死亡火雨那是掉到哪烧到哪，基本上是无法熄灭，会一直燃烧到磷耗尽为止。人要是一旦被白磷火雨击中，那基本就宣告死亡了。磷火会像复古的蛆虫，从衣物能一直烧到骨头，从而形成非常深的伤口。而且白磷可以深入人体的软组织，进入到体内。如果人体内的白磷没有燃烧完，当处理伤口时，白磷与空气接触就会复燃，对人体造成2次伤害。如果你被白磷弹击中，也许只有像电影《越战忠魂》里那样，快速切掉伤口才能救命。白磷弹的技术含量不高，即便是第3世界国家也可以制造，而且成本非常低廉。它属于面杀伤武器，一旦投下都是一片一片的收割性命，是穷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白磷弹贯穿了近代战争的历史，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美军81毫米迫击炮的1/5炮弹用的就是白磷炮弹。在解放色堡的战斗中，美军仅第87迫击炮营就发射了超过1万枚白磷炸弹。
这种白磷炸弹的战斗效果出奇的好，因为它在爆炸燃烧时会有强光和四面飞溅的效果，会对敌人造成严重的心理恐吓。当时德军就是这样被欺负的丧失了所有斗志。同样的，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当时也对日本使用了白磷弹。白磷弹在日军阵地爆炸后，大量的白磷粉末四处飞溅，整个战场的日本人都在发出惨烈的嚎叫声后痛苦死亡。据说当时的日本士兵宁愿自己切腹自杀，也不愿意被白磷弹击中。白磷弹是所有武器中致死慢、充满折磨且不易被救治的武器，属于钝刀子割肉，非要把你折磨够了才送走你。因此它被联合国列为违禁武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人类武器，不允许在平民身上和平民地区使用。目前我们常看到的白磷武器多是烟雾弹、信号弹，而同样出现在俄乌战场上的反人类武器，还有视频开头说的金属飞镖弹，也就是军迷们讲的流线弹。流线弹说明白点儿，就是榴弹和霰弹两者的结合，能达到1+1大于2的效果。一般都作为榴弹炮的弹药使用。在理想状态下，流线弹会在敌军步兵前方上空数公尺的地方引爆，它就像佩恩的神罗天征一样，只不过是将冲击波换成了炮弹里的各种类型的弹丸，势必要让敌人感受到痛苦，并且由于是在空中爆炸，因此它也能被叫做空爆弹。流线弹其实也是古董老爷子在滑膛炮时代就已经开始作威作福了。当时炮弹内装的还是大量的金属弹丸，在延时引信或是定时装置的帮助下，从空中向地面喷射弹丸。这与我们在俱乐部见到的霰弹枪不同，流线弹是在发射出去一段时间后开始喷射弹丸，而霰弹枪的弹丸在飞出炮膛的瞬间就会立刻散开。两者经过战场对比，最后证明还是流线弹老爷子的活好。近距离的杀伤能力更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的金属弹丸形制的流线弹经过改进，出现了 Plus 升级版剑式流线弹，是将内置的金属弹丸换成了小钢剑。只要是世界上玩得起的军事强国大佬，都会选择大量装备剑式流线弹。像老美的 M494型105毫米夜光杀伤弹，当初在越南 Happy 时就用到。同样，在近期的俄乌战场上，俄军使用的 ZSH-1 型也是剑式流线弹，是当初苏联专门为第30型122毫米榴弹炮准备的。剑式流线弹是一种杀伤效能非常恐怖的弹药，内置了 4.15公斤炸药和8000枚小钢箭。弹丸空炸时，这些小钢箭能杀伤6000平米内的暴露步兵。剑式流线弹从二战时期开始就是那种哪儿人多往哪儿钻的主，是专门用于反人员的杀伤炮弹。至于它有多厉害，弹丸空炸时，8000枚小型钢箭就像8000颗手枪子弹一样，同时近距离地向你射击而来。如果打在你的四肢上，它会迅速穿透你的皮肤和软组织，然后疯狂地旋转，将你的肌肉和骨骼通通搅碎和打烂。如果打到了你的头或是胸部，那你就让战友给你来个痛快的，因为这些小型钢箭会将你的五脏六腑切碎搅烂，野战条件下根本救不活，最后会让你非常痛苦的死去。所以流线弹同样也是非常不人道，甚至是反人类的武器。现代包括莫敏弹、集束炸弹和灵巧炸弹都沿袭了流线弹的设计思路。俄军现在是真不当人了，白磷弹、流线弹用了还不够，居然直接掀桌子，使用温压弹来对付乌克兰军队。难道使用反人类武器还能上瘾不成？真是让人摸不到头脑。那温压弹是什么弹？这种炸弹有多恐怖呢？温压弹就是利用空气炸药产生温压效应来杀伤敌人的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挫的最强非核武器之一。2007年，俄罗斯有点技术就开始嘚瑟，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强大，就通过纳米技术搞出了一枚最强的温压弹——炸弹之父。在同年的9月份，一架图160战略轰炸机在实验场的高空投下了这枚巨型温压弹，伴随一声巨响，实验场上空顿时腾起一团巨大的蘑菇云，一栋多层建筑当即被夷为平地，而隐蔽在掩体内的坦克和装甲车也全都被烧成了残骸。实验结果表明，这种炸弹是威力大又环保的小能手，它的爆炸威力与小型核弹相当，因此也叫亚核武器。
但温压弹与核弹不同，它不产生辐射，因此不会对周围环境构成威胁。炸弹为啥能爆炸？凭借的就是燃料和氧化剂之间强烈的化学反应。但是温压弹就很不同，它没有氧化剂，靠着100%的燃料，让它有了300米左右的毁伤半径。当然，温压弹的嘴刁，普通的炸药它看不上，它要吃那种富含铝、硼、硅、钛、镁高等物质粉末的高爆炸药。炸弹之父就是凭借先进的配方和能填充7.1吨的高爆炸药，轰的一声就拿下了人间噩梦制造者的恐怖称号。温压弹杀人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尤其在对付隐藏在掩体内的敌人，根本不担心会有活口。第一种手段，超音速的冲击波，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能以极快的速度席卷敌人，体验一把爱的龙卷风。第二种手段，超高温，温压弹爆炸能产生近2000度的高温，坦克装甲都能给你融化，更别说人的血肉之躯，直接给气化，连骨灰盒都省了。第三种手段，缺氧。假如你侥幸躲过前2种手段，接下来你会面临更加痛苦的死亡方式——窒息。温压弹被引爆时会抛洒出大量的燃烧粉末，在燃烧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氧气，所以在爆炸区域内会有一段时间的真空状态。因此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除了这次俄乌战场上俄军使用 TOS-1A 搭载的温压弹对付乌克兰据点守军外，俄军曾在叙利亚战争中也投放过温压弹，一枚就摧毁了一个指挥所、一个通信中心和40名武装分子。由于温压弹爆炸后靠近爆炸区域的人会导致内脏震碎、窒息的致命威胁，而如果足够靠近爆炸点，极高的温度还会让人体气化，死亡过程过于痛苦，所以它也被列为反人类武器之一。而在未来的俄乌战场上，俄军会不会狗急跳墙，使用更多的反人类武器？火力军就在这里预测一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反人类武器，比如贫铀弹。为啥会是它呢？前段时间老美不是从自己小弟韩国手里拿回了100万枚贫铀弹吗？俄军收到消息后就害怕的坐不住，这才有了先下手为强的想法。贫铀弹被称作亚核武器，同样也是反人类武器，它的危害有多大？如果将贫铀弹投入战场会是什么样？未来的俄乌战场又会是怎样的场景？贫铀弹其实早在1950年老美就偷偷的研制成功了，只是碍于没有机会使用，就一直雪藏在仓库里吃亏。这一藏就是40年，直到海湾战争爆发，这下老美可算逮到机会，直接在伊拉克身上扔了94万枚贫铀弹，一下子把这些年的存货都扔了。扔完以后浑身舒畅，这些贫铀弹不止摧毁了伊拉克的军队，更是污染了伊拉克的土地。无法消除的核污染导致当地的致癌率嗖的向上涨，并且阻碍了孩子们的发育，导致一代代的新生儿患有先天性畸形缺陷。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来自贫铀弹的放射性元素铀。铀和磷不同，这是一种放射性极强的天然物质，它的浓缩态常被用于核反应堆和核弹制造。广岛的小男孩就是靠它才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尤其是战后核辐射能对人体细胞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大大增加患癌几率。而贫铀弹里的贫铀见到小男孩的铀是要喊大哥的。贫铀弹的威力虽然比不过核武器，但它的危害一点也不比核武器低。贫铀弹作为武器通常被用作穿甲弹使用，它的穿甲威力比无合金穿甲弹更强，而且它还可以拿着自己爆炸产生的辐射微尘，一边洒向空气、水源和土地，一边喊着叫嚣着都得死。毫无疑问，贫铀弹它做到了。辐射微尘被人体吸收后是无法通过代谢清除的，相当于你无时无刻都暴露在辐射下。这种状态下，你要么运气逆天觉醒超能力走向人生巅峰，要么病床火葬一条龙，最后钱没了，命丢了，在精神和身体双重打压之下痛苦的死去。贫铀弹在战争中的实际危害，北约组织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分别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投入使用了巨量的贫铀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仅3周内，联军就使用了1000到2000吨的贫铀弹。在整个长达7年的伊拉克战争中，
联军给伊拉克洗了个钢铁辐射澡，引爆的贫铀弹超过3400吨。现在伊拉克每平方公里你都能收集到接近8公斤的铀化合物。这些贫铀弹废弃物让超过100万的伊拉克民众受到辐射。伊拉克癌症发病率是海湾战争前的40倍，并且无所不在的辐射微尘还会一代一代地留存在当地的环境中，最后这片区域会变成一片死地。贫铀弹就像是一把生物灭绝的刀，它的威力不在于摧毁某某军事设施，而在于长达45亿年的辐射污染。它如复古之躯，污染和毁灭着所有生命。同样，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也遭到了北约贫铀弹的轰炸，整整78天的轰炸，消耗了15万吨，差不多3.1万枚贫铀弹，让南联盟共和国的军事基础设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里的贫铀弹不是攻击装甲的穿甲弹，而是专门研发针对建筑的大型贫铀弹，一枚就包含的铀材料超过100公斤，一些含铀的集束炸弹更是重达600公斤，所造成的危害是小男孩原子弹的1000倍，导致当地每年都有2.5万人死于癌症，注意是每年。所以贫铀弹这种灭绝人性的武器也是当之无愧的反人类武器之一。那贫铀弹会投入到俄乌战场吗？贫铀弹贻害千年，对乌克兰来说，泽连斯基兄弟应该不会选择在自家地盘上使用，但俄军就说不准了，说不定哪天普京小嘴一张就下达使用贫铀弹的命令了。至于其他的反人类武器，对乌克兰来说，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使用，毕竟北约已经前后的为乌克兰支援了大量的轻重武器。前期是一些毒刺标枪类的反坦克炮，后来也提供了一些重型榴弹炮。按理说正常打应该是没啥问题的，但北约看到俄军开始使用反人类武器，担心泽连斯基撑不住，说不准下次的武器支援清单中就会有白磷弹、贫铀弹等多种反人类武器。如果说之前北约给乌克兰递的是纯粹的刀子，下次北约真的提供了贫铀弹等武器，那北约递的就是没有把的毒刀。要是乌克兰没忍住用了，那必然是伤敌1000自损800，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还是希望泽连斯基兄弟能顶得住。相反，使用反人类武器，俄军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战争拖得越久，对俄军就越不利。再加上俄军在渡河战斗中的失败，普京的心态就炸了，因此开始转变目标，对乌克兰北边的红利曼展开煲汤圆行动。先在红利曼镇的战斗中不管不顾地使用温压弹来肃清城市里的敌军，同时在南面的波斯帕斯，俄军也开始北上，北方两面打算采取游击战术，用来创造战争的突破口。所以对俄军来说，只要对自己有利，能拿下战争的胜利，使用反人类武器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是武器变得越来越强，人类的躯体却越来越显得脆弱不堪。除了火力军提到的以上4种反人类武器，白磷弹、流线弹、热压弹、贫铀弹，其实还有很多让人惨无人道的反人类兵器，让士兵闻之色变，像跳雷、空间弹、达姆弹等等。火力军对反人类武器的讲解还有比较片面的地方，欢迎您前来指正。同时，如果你有想了解的反人类武器，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